影片开始之前，请先备妥您的饮料和零食，将座位调至最慵懒的状态。影片即将开始。好，使用了这个 iPhone 12 Pro Max 一阵子之后，我来分享一下我的相机评测以及使用的心得啦。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我们要先来感谢小豪包膜赞助这部影片。那我们这次也会抽出3组的奖品，他上次抽奖抽10组，哇，真吓到我。那这次抽3组，但这次的奖品也是很厉害，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一定要把影片好好看完。好，我这次购买的是 iPhone 12 Pro Max， 哇，真的超衰的。就是我那时候很期待回到苹果阵营的时候是不是回到，是来到苹果阵营的时候是可以把手机的体积再换得更小一点，像是12 Pro 的那个 size 6.1寸，但偏偏这次 Pro 跟 Pro Max 镜头不一样，所以每次想换小手机都失败这样子。然后反正这支应该是目前苹果阵营相机表现最好的一支手机，所以说我们这次会来一个相机大对决。这部影片呢，我们会先有一个相机对决，然后再讲一下续航力和充电速度，然后最后提一下我使用的一些心得。然后 Pro Max 跟这支 Mini 的比较会放在 Mini 的心得那一部，所以说如果你想要知道这2只手机有没有差异的话，可以先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开启小铃铛。我的频道好像有80%人都是没有订阅，有点小难过啦。那今天我们要来对决就是 iPhone 12 Pro Max、Samsung S20， 哇，好黑啊！然后还有一只是小米10 Ultra， 这2只是今天的对手。那我们就要来评测看看说相机大盲测顶上之战，顶尖对决，到底哪一个相机是你真的喜欢的？那这次的评测方法我会使用盲测的，撇开你主观对于每个厂牌的印象，好好选一个你真的觉得好看的照片吧。不过影片开始之前呢，我要现在针对上一部开箱影片道歉2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在酸那个广角和超广角是星巴克的大杯和超大杯这件事情。后来我在影片的底下留言有看到人家讲说，相机学中50mm的焦段是标准镜，就是跟你人看到差不多，变形最少，所以说50以下的就叫广角，所以说它的主镜头是26，它叫广角，13mm叫超广角，是这个原因，所以绝对不是什么大杯和中杯这个概念。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在屋顶上奇妙主管那个忍者那个主管，后来好像发现其实是因为他们的屋顶是太阳能板，所以他才有站在屋顶上，是为了讲环保这件事情。总之这样的事情，反正大家有提到就小小的说声抱歉。好，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相机评测吧。好，那首先第一张这一组照片是只有2张的，然后这个是我刚开始用的时候拍的，然后这个的话我有放在 Instagram 上给大家做选择，那蛮多人大概有70%到80%人是选择右边的这一张，那确实右边这张看起来是比较好吃，因为它整个的色调和感觉都会让你觉得这小笼包好像活过来的感觉，有一点像是有调味过了，加了 MSG 的那种感觉。She cooked with MSG? Oh my god, MSG is king of flavor. 那这边的话，我个人来选的话，我也是喜欢右边这一张。那右边的这一张是使用 S20 Ultra 拍，那左边的话是 iPhone 12 Pro Max。然后这个小笼包是鼎泰丰的小笼包，我是叫 Uber Eat 来的。然后接着是这一张是牛肉卷饼的照片。那这一张的话，我想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在拍摄这一张的时候才发现，iPhone 12 Pro Max 好像对不太到焦。我想奇怪，怎么可能对不太到焦？然后我就仔细去看，发现它的最短对焦距离其实很长。这个是一个牛肉泡菜卷饼，那我是想对在最左下角的泡菜呢，我其实发现我这个距离之下是对不到，所以它的对焦距离其实比我想象中的长很多。那在这个情况下，你在拍实物的时候会变得比较麻烦，或者你在拍一些 QR code 啊，或者是文件的时候。然后接着是这一组照片，这一组照片是一法式面包，我是在 Costco 买，它是一个生面包，蛮好吃的，烤一下可以直接吃。那这3张来选的话，盲测起来的话，我个人会最喜欢的是右边的，因为我觉得最左边那张有点模糊的感觉，然后最右边的感觉是它背景的虚化蛮自然的，然后色调也蛮 OK 的，我会觉得感觉蛮好吃的。那这一组照片来讲的话，最左边是12 Pro Max， 然后中间是小米10 Ultra， 右边的话是 S20 Ultra。那这边的话，我想特别再把12 Pro Max 拉出来看，因为你会发现这个照片放大来看，发现它其实没有对焦到我想要对的位置，因为它的焦段其实在后面一
点的位置，再次的证实刚刚那个最短对焦距离太长这件事情是真的很麻烦。然后接着我就想要测一下，说是只有12 Pro Max 有这个问题，还是12 mini， 所以我就拍了这一组对照。那左边是12 mini 拍，右边是12 Pro Max 拍，基本上在同样的距离下，你就可以发现 mini 是对得到焦段，但是 Pro Max 会整个糊掉，它还要再拉到更远才会有对到焦的状况。好，然后接着是这一组日拍这个喷水池的部分。那这边的话，我直觉第一眼的话，我会选择的是中间这一张，因为我会觉得右边的这一张有点整个色调感觉有点偏暗，然后左边的话会有点平面，虽然说它下方有点仙气，看起来不错。然后中间的话，感觉是整个的 HDR 感觉最好，就是绿叶部分蛮绿的，天空蛮蓝，细节也有顾到，看它前方的这个石头的细节又有，而且仔细的放大看会发现后面的这个绿叶也是中间的表现是最好，所以不论是在放大之前或放大之后，都是以中间这张为胜。那这一张来讲的话，左边是12 Pro Max， 中间是 Mi 10 Ultra， 那右边是 S20 Ultra， 然后再拉到陶朱影园的玻璃上来看细节的话，这边我会发现一件蛮有趣的事情，就是 iPhone 12 Pro Max 的细节是做的蛮好的。你看它在玻璃上的那个线条都有做出来，但是其他两只手机是比较没有，就觉得蛮有趣的，细节真的做的蛮不错的。然后接着这张是超广角的比较，这三组在看的时候，我第一眼就会把最左边那个删掉。虽然说它的照片是最广，不过它的整个的栏杆的位置感觉都已经有点变形了，所以说我会不希望说它的边角变形太严重。那我个人在选的话，我就选中间和右边的再选。那基本上这两个我选不太出来，所以说这就看你个人主观喜欢哪一个。这边的话，最左边的话是 Mi 10 Ultra， 中间的话是 iPhone 12 Pro Max， 那最右边的话是 S20 Ultra。这边我想放大边角部分来比较，就会发现其实 iPhone 的超广角边角的画质还是会有点模糊掉，会有点偏油画感，而且不清晰。那这边的话，三星的 S20 Ultra 的话，其实边角细节还是略胜一筹的这样子。好，接着是长焦的部分。那这边的话，我使用到的焦段都是 2.5 倍，因为就为了迎合我们这次的主角 iPhone 12 Pro Max， 它的光学边焦就到 2.5。那这三张来看的话，我一开始会选择是最左边的这一张，主要是因为它的给我的感觉跟我在当场看到的感觉是最接近。不过我猜应该蛮多人会选中间这一张，因为整个的色调会是比较讨喜的。不过如果你放大来看的话，会发现一件蛮有趣的事情，就是最右边那一张，它的细节是还原的最好。你看，包含中间这个窗户里的这个灯啊，或者是墙壁上的纹路。那这一张来讲的话，最左边的是 iPhone 12 Pro Max， 中间的话是 Mi 10 Ultra， 然后最右边的话是 S20 Ultra。所以说这一张来讲的话，我是会选最左边的啦，我个人的偏好是这样。好，然后接着来进入夜拍部分。哇，这边夜拍就是看到最近的信义区开始有了圣诞节气氛。那这边的话，很明显的，我第一个会删掉就是中间那一张，因为我觉得它的绿叶不可能这么绿。然后接着就是最左边、最右边再选。那这边的话，我会选的是最左边那一张，因为我觉得它灯泡拍起来感觉是蛮亮的，蛮不错的。那整体来讲也是我比较喜欢，所以会选择最左边。最左边的话是 iPhone 12 Pro Max， 中间是 Mi 10 Ultra， 最右边是 S20 Ultra。所以在这一张的选择上，其实我是有点吃惊的，因为就夜景模式来讲，我本来以为是三星必胜这样，但是没想到，这张我喜欢的是12 Pro Max 的照片，所以蛮有趣。好，然后接着就来到了食物的部分，这就是为什么片头叫你要准备好零食。那这一碗是牛尾汤，超屌，整碗汤上会有一层牛油的香气在，然后它的肉质粘在它骨头上，超级软烂。不过比较麻烦就是这个它是有骨头，你要去啃它，不过真的很好喝。然后这三张照片来讲的话，我会选择是最右边的，然后最右边的话是 S20 Ultra， 中间的话是12 Pro Max， 最左边的话是 Mi 10 Ultra。会选最右边是因为我觉得它的调色虽然说可能没有这么接近真实，但给我的感觉会是最好喝的，所以我就选最右边。然后这一张来讲的话是他们那间店的冻饭。那这边的话，很明显的看到三个的景深程度是不太一样。那我个人来选的话，我会直接选最左边的。那最左边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说，它在鲑鱼卵上的细节是保留蛮不错，然后并不会有背景虚化过多的问题。那这张照片有一点像是一个很不错的示范，就是当你的光圈开太大，背景虚化过多的时候，会导致的现象。那这边的话，最左边的话是12 Pro Max， 然后中间的话是 Mi 10 Ultra， 最右边的话是 S20 Ultra。那基本上这个冻饭真的超级好吃，它后面还有一颗生蛋，然后配上它的牛肉超级软烂，再加上这个加价的鲑鱼卵，哇，整个是超级爽。那这边我有录制一段影片，是它在化开蛋液的样子。不过这个因为
iPhone 12 Pro Max 手感没有这么好，我在拍的时候老大已经把它划破了，不过真的是吃起来还是很爽，强烈的建议你一定要加价那个鲑鱼卵部分。然后这个牛尾汤和这个冻饭的店名我念不出来，不过我就打在影片上，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试试看，我觉得蛮好吃，价格也不会到太高。好，然后接着就回到这个整个的相机的体验，我会觉得其实他们的相机体验，我觉得比较做得蛮好的是在它观景窗的体验，你会觉得真的蛮接近你所得到的照片，特别是在录影的时候。那不过做得比较差的就是它鬼影的状况真的很严重，就是耀光的部分。这个耀光的部分，如果你真的刚好遇到你很喜欢的角度，然后拍下来有耀光，你只能调整，这是有时候真的是很毒烂。所以说这一点如果在意的人可以留意一下，大家不要再问说这是不是手机坏掉了，真没有，就是 iPhone 就是会有耀光。好，然后接着来讲一下整体的续航力和充电速度。整体来讲的话，我觉得它一天的续航力大概可以支撑你大概 screen on time， 就是萤幕的使用时间大概是8个小时左右。这8小时大概是从100用到0%。那我实测了浅色模式和深色模式，基本上我都是日常使用，然后没有玩游戏，就是滑脸书啊，做一些拍照啊，上社群媒体这样。那使用浅色主题7小时的话，大概会从100%到7%。那使用深色主题7小时的话，大概会从100%到25%。所以你就会知道这个深色主题对于它这个 OLED 的萤幕还是有很不错的效果在。它100到0大概就是8个小时左右，我会觉得其实它表现没有到很好，因为在 Samsung 这支 S20 Ultra 的表现上来讲的话，它是120赫兹的萤幕，基本上我用8个小时左右都还会剩10到20%的电力左右，所以我会觉得这个真的是续航力来讲比较好。不过因为它电池容量很大啦，然后我那时候在体验这款手机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件事情，就是这款手机的萤幕这 OLED 好像有点瑕疵，它会有绿光的状况，就是其实像这种深黑的情况下，现在是关机的。假设你是放一张全黑的照片，有的手机还是会发光，那这其实就跟 OLED 的东西是不太一致的，因为 OLED 就是因为它的黑是真的深层的黑，它是没有发光的黑才会好看，然后也才会省电，那这里就没有办法，就是有一个绿光的状况在，绿光战警。不过我这只手机我之前是有遇到过，但是后来我昨天在测一次的时候，正要来录影的时候，发现干状况就没有，它的黑就真的是很黑，它会先发1秒的绿光，然后马上就转全黑了，就跟你关机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就觉得不知道，反正蛮妙。后来是没有测到这个状况，要不然我本来是已经准备好拍部影片来干爆它了，但是结果没有。总之我就觉得它的续航力没有到很好啦，所以说如果你真的很在意续航的话，这一点你要考虑进去。然后顺带一提，我刚刚拿到的时候，我真的很不习惯这款萤幕的原彩显示，所以我就直接关掉了。关掉之后就好很多，整个的感觉就会蛮漂亮的这样。好，然后接着是充电表现的部分。那这边的话，我使用这颗贵桑桑的原厂充电头，我充10分钟，大概可以充14%的电。那充到30分钟的时候，可以充到50%的电，基本上就跟官网写的一样。然后接着就是我们今天的赞助商，这个小豪包膜提供的是一个快充组，它是一个充电器，再加上一个有 MFI 认证的线。那这部影片的话，我会抽出3个这个充电组，1个、2个、3个，我会抽出3个。然后这个快充头来讲的话，充电10分钟大概会有16%的电量，我不知道为什么比较多。那充30分钟的时候是到47%，其实基本上跟你这个20瓦的差不多。然后这个充电头是 PD 18瓦，我觉得它最特别的是它的厚度，你看它厚度这样是只有1.2公分厚，所以你基本上如果放这一颗在包包里，就会有一个凸起的感觉。那如果女生放这一颗的话，是很适合放在你的包包里。那此外就是它有2个孔，右边是 Type A， 左边是 Type C。那基本上双孔单独使用的时候都是最高支援到18瓦，所以这个很不错。然后再来就是它这个快充组的话是有包含了这个2公尺长的编织线，那这编织线其实蛮不错，它就是这种材质的，然后2公尺长真的很长，基本上你要躺在床上的右边到左边这样滚都真的很方便。然后这个是有苹果的 MFI 的认证，所以这个是很不错一条快充线。那基本上这原本的线是原价是1280，因为它2公尺。那充电头的话是499，现在的话这样一组线加充电头的话只要990元，就是这个小豪包膜的快充组。那这部影片的话我会抽3个，所以说如果想要的话一定要记得分享、订阅，然后该 tag 该留言都不要忘记。
好，然后接着是这个 MagSafe 无线充电板的一些问题，就是有人问说这个一定是要使用原厂这个快充头才会有达到它应该有速度吗？答案是对的，没错。我使用原厂的话，10分钟大概可以充10%左右。那我额外使用了其他2个非原厂快充头，10分钟大概只有充到7%，所以说我是觉得它是一定要使用到原厂。如果你有追求速度上来讲的话，然后充这个 MagSafe 的时候，我会觉得手机是温度是有点偏高，所以说这点如果很在意的人，你可以留意一下。然后说到这个电量，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这个电量现在是几%吗？它是右上角是没有写数字的啊。那如果你问我说这个电量是几%，我以果粉的角度的话，我会跟你讲，我不知道，我们也不用知道，我们去感受它就好。反正这电量真的超麻烦，它这样下拉，你才会看到现在是35%。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妙。然后接着我来分享一些手感啊、萤幕体验和一些使用心得。这只手机的宽度非比寻常，我必须为我上一部影片傲慢的态度道歉。这只手机带上壳之后，完全超乎了我超价手机的技术，而且它内建的手势非常的不妥，它的手势就是这样往上，或者是这样，基本上就是往上或收回，它没有一个右侧的手势。像三星来讲的话，看我这样右上角它就开多功，然后返回这样，然后我点进去哦，返回就是这样，往左滑就好。但苹果不是，苹果你要返回，假设你点到这个，你要返回你要怎么返？你要到最左边再往右滑，这样返回，这真的超级远。你知道这个手机很宽，你这样的时候你的手其实超级不稳，所以最后我就直接放弃了，我就直接不用壳了，我最后就直接裸机使用，要不然真的太宽。然后再来就是它这同时列是在左上角往下滑，所以说你假设单手的话，你要这样滑，太远了，没办法。不过好险它是有一个背面敲击2下还是3下模式，我后来就改背面敲2下。它就会跳通知列下来，不过我真的觉得超级不好用。然后它有个东西很白痴，是它这样下滑，这样下滑就直接把通知列拉下来就好，为什么是跳搜寻？我真的是问号。所以我觉得苹果可以好好的学习一下三星或小米，报复一下小米啊！你可以把它手势学回来，因为小米很多东西都学你的，他们的往左滑还是返回，你就不用这样拉到最左边去。所以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惜一点，单手使用这只手机真的是有点困难。然后它是有设计一个单手模式，但你看它单手模式是这样，它只有把上面往下移，它没有把它往右移。你看三星的单手模式，它是整个往下移往右移，所以你要按到最左边荧幕是很简单，然后它就整个这样，它应该整个缩回来，而不是只有这样单纯这样。这两个其实差蛮大，你看就知道。然后手机上来讲 ，iPhone 又更宽，所以说，然后再来就是它这个手机的重量，我会觉得有点头重脚轻，所以如果你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要整个让它翻车，你会很惨。然后接着是萤幕体验的部分，他们这次没有给到120赫兹，被大家干爆。不过说真的，我其实适应的蛮快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的动画做得很好。你看像这个动画，它会这样缩，然后接着时钟在右上角，还会直接弹回去到这个位置。那假设你是在这里，就是你是在第2页部分没有时钟，然后你开时钟，你要回到首页的话，这样放开，它直接在中间缩回去，就是整个其实动画流畅度是非常好的。然后我在玩这个解锁啊，滑这个这样缩放动画，我就可以自己在那边玩1个下午，所以我基本上不太会意识到120赫兹的不见。那只有一种情况就是我在翻照片，或者是我在考古别人的脸书墙或涂鸦墙，你要很激烈上下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干，好像荧幕没有这么跟手，还会有一点缓慢的感觉。那除此之外，基本上是还好。然后接着我想讲一下这个刘海，这个刘海真的就是其实也还是可以接受啊。它基本上牺牲掉就是你三星上面的这一整排的这个通知列，你看就是你把通知列直接拿掉，就是这片刘海。那当然观影体验还是没有这挖孔荧幕好了，不过就是其实你用久了就会适应。然后 iPhone 还有一个很常被人家诟病就是它的热点分享，那基本上我觉得我这次使用下来其实体验没有到太不好。它热点分享连上之后基本上都不太会自己断掉或者是连不上。那唯一一个有问题的地方是，只要有一段时间你的热点没有人连，它就帮你自动关掉，所以有点烦。但一旦连上的话，基本上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很讨厌的是这个电池的部分，它有很多东西它都会自己一直躁动。一直自己开关，就这个，你看到没？最佳电池充电，它就是充到80%以上，它就帮你暂缓。那我不想要啊，我每天就想要充到100%，我就每天关掉。我在关的时候，你看它有问哦，关到明天为止还是关，有按关闭，然后明天它就会跟鬼打墙一样又回来。哇靠，真的超烦的。然后接着就是解锁，它是使用 Face ID9，就上面这个，它没有任何指纹的解锁。那我觉得是它刚好运气没有这么好，要不然我觉得这解锁方式是还 OK 的。它除了躺着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脸可能变形了吧，不太好解锁
以外，其他时间都还蛮好。然后你在抓痒抓皮的时候，手挡住脸也不太好，也没办法辨识，其他都还 OK， 还不错。好，然后接着就是一些小地方啦，看有没有强大果粉可以帮我纠正或拯救我，因为有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解，然后我只能等越狱或者是怎样。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它的输入法，它的输入法我已经装了 Gboard， 不过你可以很明显看到说这一区是浪费的，然后上面是没有剪贴布的功能。你看，像这个剪贴布超级方便的，有没有看到？这一部片就是接着上面，我就可以把我有复制的东西直接在这边贴上。然后你看，还有一个东西很妙，就是你看到英文的部分，它这边是有数字列，但这边却没有，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就都是一样的 Gboard， 然后它这可以贴起到最下方。苹果硬是浪费掉了一块之后，它的按键是比较大，这个按键就会变得比较小，会变得比较不好使用啦。然后接着就是一些长截图啊，像三星有支援长截图，那你在用起来的时候其实是很方便。你看像这样按之后，它这边有一个的长截图，你就按，它就一直截，然后看照片就越来越长，它就是这样，超级方便的。但是苹果这没有。然后接着就是像一些像是当广告啊，或者是它没有这个 AOD 显示 Always On Display， 因为我已经看习惯了啦，三星我就是这样看时间，那苹果没有，我觉得有点看我怎么看时间这种问号感在。好了，大概就是这样一些小东西，看有没有人可以拯救。如果没有的话，我可能就要等越狱吧。那最后做一点总结，就是我觉得回到 iPhone 的话 ，iOS 还是蛮有趣的。虽然说这只手机的拍照体验没有我想象中这么的猛，那特别是在最短对焦距离太长这件事情，我很难过，因为我就是这只是最短对焦的时候，它会整个边角糊掉，然后这只是最短对焦太长，所以你要拉远一点，就是很烦啊，我很讨厌这件事情。然后之后 iPhone 会推出的叫做 Apple Pro Road， 还有然后没有，它没有推出越狱啦。越狱是我期待，它会推出一个东西叫 Apple Pro Road， 那我也蛮期待这东西可不可以为 iPhone 的照相品质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啦。近期来讲的话，我其实在使用这支的时候，我是真的蛮想念 S20 Ultra 啦。然后听说好像是明年1月就有下一代，所以我会很期待下一支三星的手机啦。不过近期我可能会在 iOS 体验一下，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好玩的。然后明年或者是我受不了，我就提早强势回归 S20 Ultra， 因为这支手机其实就我这支评测下来，它的拍照其实还真的是蛮不错的。那当然，我觉得这支小米也是蛮惊人，特别这支只要2万5，这两支都是4万块以上的手机，所以说蛮有趣啊，给你们看一下这3支手机的对决。好了，那最后一个问题可能是会问我说，那你觉得这一代的苹果值不值得换？那我最后跟你讲说，苹果手机最好的那一支手机永远都是下一代手机啊。那片尾的话，再次感谢小豪包膜赞助这支影片的播出。那小豪他也有在他的 YouTube 频道和 Facebook 的抽像12 Pro Max 啊，或者是有一大堆什么 AirPod Pro 的抽奖。那底下资讯栏会放上他们12 Pro Max 的抽奖链接，然后还有他快充组的链接，以及他门市服务的链接。那我这边会再抽出3组的快充组，所以说大家要记得把该分享该 tag 的不要忘记啦。好啦，那这就是我这一次 iPhone 12 Pro Max 的新的分享啦。那如果你有什么疑问或者有什么想要知道的，你都可以底下留言告诉我，我会再回答你。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帮我点个喜欢，也记得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那我们有开启会员制度啦，可以去加入。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悄悄，拜拜。